我看今天这一集的重头戏就是这一 part 了，看完这一 part 你可以不用看了，就是第3排空间。这个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 Peugeot 5008 Allure SUV Plus， 它的最新售价是172千，也就是比我之前介绍的3008 SUV Plus 贵了14000块左右。所有关于 Peugeot 3008或者5008的一些设备，你可以参考我上一支制作关于3008的影片。所以今天这集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这个3排式7人座的 Point。而这个3排式7人座 SUV 车型也是近年来马来西亚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车款，像是它的同级竞争对手就有 Mazda CX-8、Hyundai Santa Fe， 还有最新推出的 Volkswagen Tiguan Allspace。再来早期的 Nissan X-Trail 也有7人座， Mitsubishi Outlander 也有7人座。那熟悉 Peugeot 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，上一代的5008它是一个 typical 的 MPV 车型。这一代 Peugeot 就将它的市场定位从 MPV 变成 SUV。马来西亚组装版的 SUV Plus 就多了 Hands-Free Power Tailgate， 所以你只要将你的脚伸到 Peugeot logo 的下方，它的这个电动尾门就会缓缓的升起。关的时候你也是可以，当然这边有 button 啊，但是如果你不要按 button， 你抱着 baby 的话，你就再把脚伸过去。OK， 行。相较于 CX-8 和Santa Fe， 我觉得5008的行李箱空间比较像是 Volkswagen Tiguan Allspace 那个尺寸，所以现在是第3排椅子直立的情况下，要怎样把第3排椅子放下来呢？你就要挑开这个东西，拉这个红色的 ，OK， 右边也是一样，挑开来，拉红色的，收回去，所以这个情况下椅子就折叠进去这个地板底下了。所以你再把这个东西铺上来，这个动作有一点cheap了，OK， 也是一样这样子。So， 今天没有带到蓝色 luggage， 可是我今天特别穿了这个颜色，哇，OK， 我的身高是178 cm， 脚不是很短下啦，所以你看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面积，所以它如果你是想要买3008的人，然后你又经常要载东西，它是一个可以拿来载货的3008啦。哎呦 ，crew 小心！这是第3排空间。坐在它的第3排，对于我这个身高178 cm 的人来讲，是比我 expect 的还要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因为它的脚板这个地方，它特别把第2排椅子做高，所以你的脚是有地方可以下进去的。然后头部空间完全不会顶到，它很巧妙的不会让我这个身高的人扣到，因为它把这个东西做高了。但是呢，不要误会，因为现在这个第2排椅子是推到最前面的情况下，我是刻意这样子，不然我根本连进都不用进来哦。所以我现在就 try to 把这个椅子開到準，開到呢度。OK， 所以还是可以啦。我的脚是呈现这个状态的，根本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其实前面已经很大了的啦，所以不可能你会推到这样的，除非你真的前面是很贪心啦。毕竟它是基于3008而延伸出来的一个车型，而不是专门重新打造的一个3排式 SUV。呀 ，OK， 看。如您所见，这一辆 SUV Plus 版本的5008，它是有全景式玻璃天窗，而且前面这一 part 是可以电动开启的。它可以前到这么前，可以后到这么后。它跟3008不同的是，3008的冷气是只可以开跟关，而这个5008它的冷气是能够调整风扇的大小。第3排，我刚才看了也是没有冷气出风口。5008和3008还有一个地方不同的是，你在它的第2排的 carpet， 你挑开来，你就会看到一个特别的储物格。打开过后，它有一个可以装2瓶酒的储物空间。我什么都没有讲哈，你要装什么你喜欢啊？你老婆生日你要给她惊喜，也可以把礼物收在下面。
虽然5008不是一个4轮驱动车款，可是 Peugeot 为它提供了多种抓地力模式选择，像是 Snow Mode、Mud、Sand， 还有 ESP System Deactivated 系统，所以下雪跟烂泥路一般上大家都会很少用到的，所以我这一集就是主要讲它的动力规格怎样好不好用而已。那关于它的这些荧幕啊、电子仪表板，然后 button 的整个质感，你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 Peugeot 3008 SUV Plus。因为就这个地方来讲，3008跟5008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这个5008它搭载 1.6L Turbo 引擎，那我现在驾着这辆版本，它有167 PS 和240 Nm 的动力，而它的同级竞争对手，我几乎都开过了，像是 Mazda CX-8、Hyundai Santa Fe 和 Volkswagen Tiguan Allspace 等等。Mazda 跟 Hyundai 他们都提供 2.4 或者 2.5 自然进气引擎选择和柴油引擎选择。那这个 Peugeot 因为它是欧系品牌嘛，所以它就跟 Volkswagen 一样，没有提供自然进气，而是给你 Turbo 引擎。我开过各种各样的 CX-8， 我还开过2种版本的Hyundai Santa Fe。坦白讲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5008的 1.6L THP Turbo 引擎，柴油。现在是 Normal Mode 啦，所以你去到 Sport Mode 的时候，这辆车子就会营造一种所谓的 Fat Sound， 就是透过 Speaker 让你觉得 Engine 很大声。滚滚的那种引擎声浪就涌向你的感官。我不会拿它来烧 corner 啦，你不要 expect 我烧 corner 啦，因为通常你买到这么多个座位的 SUV， 你都是要以家人为重，以乘客为主。它虽然只有240 Nm 的扭力，但是你要搁车的时候，你推1个月2个月柴油，它还是会给你那一种贴背感的。然后这辆车子我最喜欢的是它的整个操控感啊，它的转向柱的那个扎实度，还有它的 corner 的那个精准度，还有底盘的刚性、悬挂的软硬程度，我个人都相当满意。所以我们就舒适程度和运动型的平衡点来讲，我觉得这个5008是比 Tiguan Allspace 来的好的。那 Mazda CX-8 跟 Hyundai Santa Fe 跟它相比较之下的话，它们都会显得比较软一点，这个就比较硬一点。而它的 steering 的精准度啊，就是整个handling 的 feel， 它的整个反馈，我觉得是不会输给 BMW 的。Right, are you ready?如果你问我3008和5008开起来的感觉有什么差别的话，它就让我想到了 Nokia 最早期的 Snake， 中文应该是叫贪食蛇的这个游戏。3008就像你刚刚开始玩那个 Nokia Snake 的时候，你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吃的时候，哇，你要讲转就讲转，你得巴列回来也不会吃到自己的尾巴。5008就像你开始吃了很多东西过后，那个 Snake 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。当它越来越长的时候，你左右的时候你都要再三思，你都要再想一想，你的手脚要更快，你要更能够预先洞察你要几时要转。然后因为它这个 Turbo 引擎，其实在这种时候啊，它走走停停它蛮累一下的，所以你要跟它的 brake 打交道，跟它的 brake 做朋友。就是说车子重嘛，然后后面如果你载满人的话，你走走停停的时候，你不可以这么拼命的踩 brake， 你要拿捏好，算准时机什么时候踩 brake， 不然你一直踩，后面的人就会呕出来啊。就驾驶的色方面来说呢，我觉得5008它是不会输过 CX-8， 不会输过Santa Fe，也不会输过 Volkswagen Tiguan Allspace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的整个驾驶舱这个中控台的设计，你是不会在任何一个车款上面看到这样子造型的车款。你看到它类似这样子造型，就是 Lamborghini Urus 了。Of course， 它不是像DS 这样子的豪华品牌，所以 Peugeot 也刻意让它用了很多的软到硬之间的这种 plastic， 不可以讲它是 hard plastic，
一般上我们讲 Head Up Display 是抬头显示仪嘛，那它的这个仪表板，你看它的 Steering 跟它是有2个 stage， 所以它这个叫抬头显示仪表板，就是 Head Up Instrument Panel 这样子的概念。然后整个你看这些 button、这些钢琴烤漆等等都非常的 atas。我是觉得啦，你不要去管 Peugeot 这个品牌的其他东西，我们单就这个车长真的是摩打顶呱呱一级棒，好料到没有朋友那一种。虽然如此，它还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个人不是这么满意的，就是它的 Aircon 了。一般上我们要调 Aircon 冷热温度或者是大小，你都有直接的实体按钮。可是它有实体按钮啦，可是你要按进去过后，你要透过荧幕来选择你要多少度、摄氏度、手度、风扇的大小还是冷气要吹哪里这样子的东西不是不好，只是我们用不习惯。如果你现在正在考虑要购买一个3排式7人座 SUV， 我觉得你可以到您附近的 Peugeot Showroom 去试驾这辆车子，然后你再做出就所谓的货比三家啦。可能你现在想买 CX-8， 或者你现在想买 Tiguan Allspace， 或者你想买三大飞，我觉得不妨你去先试一试5008，看下它的外观造型、内饰，然后它的一些function方面。电子仪表板你就可以我也是有这样的声音吗？我也是有吗？你外面人听不到吗？影片的最后不要忘记帮我按 subscribe button， 帮我订阅。如果订阅了的，顺便开启你的小铃铛，按赞分享给 YouTube 平台以外的人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马来西亚中文汽车频道的存在。才有哇！给现在跑150。风声是大了一点的，不过整辆车子的底盘还有 steering 是稳到没有朋友那种。And cut。这个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 Peugeot 5008 Allure SUV Plus， 它的最新售价是172千，也就是它啦。这个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 Peugeot 5008 Allure SUV Plus， 比我之前介绍的 Peugeot 3008像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就有 Mazda CX-8、Hyundai。掂啦，我就顺便放下我老板坐的 car seat 来衡量一下这个空间到底有多大。OK， 因为开口面积又宽又长又阔又深，所以真的是非常实用的。但是就第3排的 size 你这样看就知道它是一个 +2， 而不是 2+3， 不是 2+3。